欢迎回到江峰世界，朋友们好。记得前几天的谣言吧？胡锦涛、刘永清和胡海峰全家食物中毒，送院以后全部去世。消息很快被澄清，发布的人说自己账号被人仿冒了。过去传胡锦涛身体不好，甚至传胡锦涛去世都不算新鲜。可这一次为什么不是胡锦涛一个人，而是连妻子、儿子都一起写进去？这是有人故意把灭门这两个字摆到桌面上来，而它出现的时间正好卡在五中全会会期公布之后。还有一件更蹊跷的是，一条明摆着站不住脚的死亡消息，为什么值得墙外那个最会拆中共内斗的自媒体专门花一整期去回应？放谣言的那半边干的是把灭门两个字摆到桌面上，让胡锦涛这边先害怕。专门去回应的那边打回去的是另一套东西。一整期节目从头到尾拆这条假消息，拆到最后顺手交代了一件从来没往外说过的事。万一胡锦涛真出了事，部队听谁的？要不要马上打回去？早就安排好了。他还把胡锦涛现在的位置说明白了，他扮演的已经不只是改革派的领头人，他还是最后一个压住军方、压住温家宝和胡春华，不让他们直接动手的人。胡锦涛活着，党内斗争还能谈，曾庆红代表的保守派还能在中间讨价还价，习近平那一伙也还有退路。可谁要是再碰胡锦涛、温家宝或者胡春华，这根保险丝就烧断了。到那时候就不再是谁在五中全会上多一票少一票的事了，而是谁先动枪的事儿。所以对面放的是一句威胁，这边回的是一句最后通牒：我不想开战，但谁再动手，我不惜一战。咱们先把话说回4年前，2022年10月22号，人民大会堂中共20大闭幕，那一幕全世界都看见了。胡锦涛坐在主席台正中间，习近平的左手边，他伸手去够桌上那份文件，栗战书一把按住，两个工作人员把他架起来往外带。临走的时候，他拍了拍李克强的肩膀。一个掌舵中共10年，执掌军队8年的人，在自己这个党最大的会上，当着全世界的镜头被架了出去。按常理，胡锦涛早晚要找习近平讨回这笔账，可直到现在他没有出手。第二年2023年10月，李克强突然死在上海，那是胡锦涛一手带出来的人。本来该接他班的人，这一回他还是没有选择立即报复。到这儿，很多人的结论是这老头没牙了。那咱们看第3件事，底下这一段，连同后面说到今年1月的事，都是墙外流出来的支持元老的爆料。您先当爆料听。去年10月，中共开20届4中全会，开会之前，军委第1副主席张又侠找到胡锦涛，给他出了个主意，把部队开出来，逼着中央委员投票，当场把习近平罢免掉。票数不够，让枪杆子顶上。胡锦涛说不行，他给的理由说白了就一句：今天军队能拿枪把他罢免了，明天就能拿枪把我罢免了。这个口子一开，往后这个党听谁的，就看谁手里的兵多。您琢磨琢磨这句话的分量，他手里不是没有枪，枪都递到他手上了，他没接。然后是第4件，今年1月20号，出主意的那个人自己出事了。张又侠和刘振立，一个是军委第1副主席，一个是联合参谋部参谋长，同一天出事。按元老那边放出来的说法，这2个人不是普通落马，而是在那一天遭了人身清除。4天以后，1月24号，国防部发出通告，说他俩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，立案审查，捅了人家的将军，还倒过来给扣上一顶罪名。这一回总该打了吧？还是没打，部队被按在原地，一枪没响。4年下来，习近平把事情一次比一次做绝，可胡锦涛始终没有选那条最直接的路。那他到底在压着什么？他左右两边站着3股人。温家宝要追历史责任，在他看来，习近平交出职位远远不够。当年谁参与修宪，谁经手人事清洗，谁动的手
一个一个都得交代出来。胡春华手里攥着清算材料和处置干部的权，他主张接着往下挖，不接受交出几个执行的人就把账封上。曾庆红怕的是这把火收不住，他要的是给案子划一条边界，用习近平体面退场换所有旧账封存。温家宝要追到底，曾庆红要赶紧封账，胡春华手里的刀已经磨好了。这三边今天还能坐在同一张桌子上，靠的就是中间的胡锦涛。按照目前这套元老口径，胡锦涛的处理原则其实不复杂，真正动过手的、经手修宪的、压过案子的一个不能留。可外围那些干部不能一竿子全打成习家军，得一个一个过筛子，能留的接着用。他要的是把习近平处理掉的同时，别让这条船散了架。所以他宁可自己把火压住，也不肯让党和军队一块掀了桌子。胡锦涛的克制不是习近平的护身符，而是习近平最后的缓刑期。胡锦涛活着不光是在领着改革派，他是在替习近平挡住后面那些已经准备报仇的人。胡锦涛不开枪，那是他自己的选择。习近平现在想开枪，已经不是他能选择的了。7月23号那期节目，咱们讲过，今年1月20号之后，军队那边是怎么摆的，这儿只用4句话过一遍。刘源去了保定，保定守着北京南边的重兵和进京的通道。汪洋去了昆明，他带走的是党内那套授权、联络渠道和文件依据，没有党内的合法手续，军队谁抗命，谁就是军事政变。胡锦涛和温家宝留在北京，有这两个人坐镇，部队不听习近平的私人命令，不叫将领造反，叫元老在纠正一个人的专权。西山那头卡着全军的战略通信，习近平在办公室盖章签字没用，西山不给他接近战区频段，那道命令就是一张纸，这就是4仓隔离。那到今天这套东西还灵不灵？您不用听我分析，看他这半年的脚往哪迈就行了。从1月20号张又侠、刘振立出事那天算起，到今天6个多月，公开报道里找不到他走进任何一座军营、一艘军舰、一个战区机关的记录。今年春节前2月10号，他没去战区，也没进军营，人在北京81大楼，9个单位排在屏幕里，轮流跟他视频通话。两会期间见了军队代表，那是在人民大会堂。7月30号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，题目就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，会开在中南海。7月31号签了一道通令，给一个人记功，那是在办公桌上完成的。建军节前后没有进营区，没有跟哪个一线指挥员合过影。更反常的是，今年习近平2次到了上海。4月30日他在上海开基础研究座谈会，7月15日至17日他又在上海考察，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。上海本身就是东部战区的辖区，可2次公开行程里，他既没有视察任何驻沪部队，也没有顺道去南京的东部战区机关。一个中央军委主席2次到了东部战区的地盘，见了地方干部、科研人员、社区居民和外国宾客，就是没有公开见战区将领。还有一件事得连着看，去年12月晋升的2名上将，今年7月3号晋升的2名上将，一共4个人，没有一个是他的人。可是你看1月20号张又侠、刘振立出事之前呢，2024年2月2号春节前，他亲自去了驻天津部队接见官兵，合影讲话。同年4月23号去了重庆的陆军军医大学。那一年他还去过火箭军的一个旅，年底去了驻澳门部队。2025年1月24号还是春节前，他去了沈阳，进的是北部战区机关，见了官兵代表，然后才通过视频看别的部队。那年11月7号福建舰入列，他登舰视察。您看出规律了吧？过去这些年隔几个月就有这么一回，春节和8·1前后更是雷打不动。以前他是走进部队下命令，现在是部队出现在他的屏幕上，屏幕还能亮，可他已经很久没有真正走进枪杆子里面了。中南海那几位这会儿算的是谁先动手，谁先出局。这种账咱们老百姓算不了，
也不该咱们算。咱们能抓在自己手里的，就是自己和家人这副身子骨。前2天，新西兰一位做餐饮的老朋友安妮发来反馈，她说以前中午非睡一觉不可，不睡下午整个人电量不足，晚上更是撑不住。吃了这个黑参以后，她中午不睡了，一直到晚上下班回家都不觉得累。还有一样她说的实在，以前睡得浅，下半夜3、4点总莫名其妙醒，现在一觉能睡到闹钟响。普瑞堂这款玄宝黑参是大家最认、复购率最高的滋补极品，切片、泡水、含服都行，一根能吃上1个礼拜。有朋友平时一吃人参就上火，这个黑参不会。澳洲那位 Cynthia 就说他以前根本吃不了参，这个完全没这个问题，唯一的麻烦是太好吃，得克制着，别一次吃太多。现在给咱们频道观众的福利很实在，每单买满500美元，直接送1整根高品质玄宝黑参上不封顶，满1000送2根，多买多送。结账记得输入专属优惠码 JF， 全球包邮，直接送到家。购买链接就在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区。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信任。好，咱们接着说，正规军他已经调不动了，那这帮老人到底还在怕什么？枪既然已经收走了，为什么还要放那条死讯？墙外那边为什么非得当天出一整期去接？答案在今年1月20号那一天。底下这一段还是元老那边的口径，您接着当爆料听。那天张幼霞和刘振利出事，用的不是正规军，战区那边根本不知情。事情发生在中央党校一个开会的地方。事后元老那边复盘认了一条，这2个人大意了。地方是别人给的，人是自己走进去的，进门之前没有安排军方先把场子清一遍。您明白这个教训的分量了吧？打不过你可以不打你，他可以在你去开会的那间屋子里等着。那这种事靠的是什么人？按照元老那边的说法，靠的不是正规军，也不是公开挂牌的公安特勤，而是王小红这些年从跨境办案、东南亚黑产、海外便衣和秘密联络渠道里养出来的一批人。这种人只需要几个人、1辆车、一个提前准备好的地点，就可能把事情办了。1月20号以后，元老和军方真正在补的就是这个漏洞。中央警卫系统、公安特勤这些摆在明面上的力量，现在都有人盯着。曾庆红和红色家族掌握的北京卫戍线也一直严阵以待。胡锦涛、温家宝、胡春华这些关键人物身边不能再只放一套警卫，必须让军方另外套上一层。胡锦涛、温家宝或者胡春华这几个人里，只要有一个被杀，眼前这场谈判立刻结束。军方会认定习近平那边已经放弃交权，改成肉体清除。改革派会认定曾庆红这些红色家族根本保不住谈判安全。红色家族自己也会开始想，下一个会不会就是我？到了那一步，谁都不敢再等。不是哪一边真想打内战，而是所有人都会觉得，我今天不先动手，明天死的就是我。所以曾庆红那边现在同样紧张，北京卫戍不能撤，军方的保护不能松，关键人物的行程、会场、医院、住处全都得重新检查一遍。1月20号的教训就摆在那儿。但是王小红留下的境外网络到底清到了什么程度，现在谁也说不清。这时候刘国洲就变得非常关键。他原来在北京公安系统干，后来被王小红派到深圳做公安局长，再升任广东省公安厅长。深圳和广东警方这些年掌握着大量跨境执法、海外便衣、秘密联络和境外维稳的渠道。谁被派出去，谁负责联络，境外出了事由谁接应，这些事未必全部经过公安部的正式文件，却很可能都经过广东和深圳这一层。所以墙外传出刘国洲被带走，真正要紧的是有人开始抢王小红境外网络的账本。刘国洲要是开了口，元老至少能知道3件事：王小红在海外到底留下多少人，这些人现在听谁的，还有没有人接到过没执行完的任务。问题在于现在没人敢保证这张名单是完整的，有些人可能已经被收编，有些人正在毁材料换主人，还有一些人可能早已回到东南亚，彻底切断了正式联系。最危险的
就是最后这一批切断了正式联系的人。有人为了活命倒戈，有人为了灭口动手，也可能还剩下极少数几个准备替过去的主人做最后一件事。现在再回头看胡锦涛一家死亡的那条传言，就能明白他为什么让北京这么紧张。习近平就算已经失去军权，仍然可能藏着一些不为人所知的秘密武装，这才是眼下唯一算不出来的变量。这些秘密武装已经不能替习近平夺回军权，却仍然可能杀掉一个人，毁掉整场谈判，把北京直接推到内战边缘。先把这笔账替老习算一遍，假设他真让人动了手，杀掉胡锦涛、温家宝、胡春华里的任何一个，他能得到什么？刚才说过了，刘源在保定，汪洋在昆明，通信在西山，杀一个人换不回其中任何一样。可他马上就会面对军方的动作，张又侠和刘振立的账，军队从今年1月忍到今天没动，靠的就是上头压着，再死一个元老就压不住了。能替他说两句话的曾庆红也没辙了，体面下台这条路当场关死，保守派连替他说情的立场都保不住，所以动改革派的人救不了老习，他动一次就当场出局。那他现在真正缺的东西是什么？缺的就是10月那场会上支持他的票。中共自己的党章里有一条，对中央委员会的委员、候补委员要给撤销党内职务、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的处分，必须由本人所在的委员会全体会议2/3以上的多数决定。可这里头能投票的只有正式委员，候补委员不行。20大选出来的正式委员205名，2/3是137。您反过来算，习近平要是不想被撤职，就得有起码69个人对着处理他的那个提议不举手。按墙外自媒体的算法，这205人现在大致分3堆，改革派4成，曾庆红那些红色家族4成，还跟着习近平的2成，2成折下来，大概还有41张票是支持他的。曾庆红那边再给他28张，凑够69，习近平就撤不动了。所以现在改革派真正要办的是把曾庆红那80多张票分化掉，这活不好干。80多张票，你得让他最后只留出去不到28张，那还是挺困难的。强法有2条，第一条最直接，把还站在他那边的人从会场里拿掉，这事儿不用等到开会那天。一个中央委员只要被立案审查，他就出席不了中央全会，那张票当场没了，而且空出来的位子不会空着。党章还有一条，中央委员出缺，由候补委员按照得票多少依次递补。171个候补委员在外头排着队，谁被拿掉就从队里补一个上来，补上来的人当场就有了表决权。你想要补进去的人肯定不会选支持老习的。这一套中共自己用过，而且用在了跟今天最像的一次会上。1968年10月8届12中全会，议题是开除刘少奇的党籍。开会的时候出了个麻烦，第8届中央委员一共97个人，去世10个，剩下的大半已经被关起来审查了，真能走进会场的只有40个，连一半都不到。按规矩，这个会根本开不成。办法是当场从候补中央委员里补了10个人上来当中央委员，黄永胜、许世友、陈锡联、韩先楚、吴德都是这一批，凑到50个，刚刚过半数，会就开成了。然后表决通过关于叛徒、内奸、公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，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。现在把中央委员关起来这个工序已经跑了1年多。2025年10月，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被开除党籍、军籍。今年1月20号，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、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出事。1月24号，国防部发通告说这2人立案审查。20大选出来的中央军委7个人，现在只剩2个还在名单上，这几个位子上坐的全是中央委员，有的还是政治局委员。还有内蒙古自治区原主席王丽霞，20届中央委员，2025年8月22号被查，今年2月12号双开，6月3号已经被起诉。7月14号，新疆的马兴瑞双开，
他是政治局委员，还有管一个部的中联部部长刘建超，20届中央委员。去年9月30号，中联部网站上他的名字换成了刘海星。外媒说他去年8月就被带走问话，中共到今天一个字没通报。所以7月31号河北省委书记换人这件事儿得换个看法。中央决定罗文接任河北省委书记，倪岳峰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、常委、委员职务，4个字，另有任用。倪岳峰是20届中央委员，他2011年当福建副省长，2013年当福建省纪委书记，2016年当福州市委书记。习近平当年坐过的那个位子，同年再升福建省委副书记，然后进海关总署，2022年外放河北，一路走下来，标准的福建帮。把他一调走，他对河北那几张票的影响力当场就没了。到了新地方，离开会就剩2个月，他能翻出多大的浪花？这还算是不错的结果呢。要是再差一点，进了审查，那就是10月的会场里又空了一把支持习近平的椅子。再看接他班的这个人，罗文，1964年生，跟倪岳峰同岁。他在四川做过常务副省长、省委副书记，20大以后被调进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当局长，级别没动，可管的事从一个省缩成了一个总局。墙外自媒体的说法是，罗文是李克强带出来的人，当年那一调就是明升暗降，省委书记正常换人，是老的到点退了，年轻的接上来。这一回换上去的跟被换下来的同岁，谁也不比谁多几年，所以这不是接班，是把河北这块地方从一只手里拿过来交到另一只手里。可光靠抓凑不满2/3，还得往下清保守派的地盘，让他们手底下那些人也不投，也不站在习近平那边。您比如说，今年5月已经跑过一遍完整的费高云被查，表面上是办一个合肥市委书记，可这个人在江苏干了29年，是国务院秘书长吴政龙一手带出来的。吴政龙又是总理李强身边管家一样的人物。中纪委动费高云，话不是说给费高云听的，是说给李强听的。你的人已经在我手里了，接下来站哪一边你自己想。李强身后是整个国务院系统，那里头有多少个中央委员，他自己心里有数。这一手不用抓李强一根汗毛，就够让那一片票重新算一遍。7月31号那天晚上，国家电网原党组书记、董事长辛保安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。他也是2024年3月就卸任的人，他不在20届中央委员的名单里，也不在候补委员的名单里。那为什么要办他？您看他这辈子是干什么的？他是电力系统里长出来的人，动电力系统的人威胁到的是李鹏那一家。李鹏1979年就当电力工业部副部长，后来当总理，又当了5年人大委员长。儿子李小鹏1991年进华能，一路做到华能国际的董事长。女儿李小林1994年到香港去筹建中国电力国际。电力这一摊几十年就是他们家的地盘。李鹏家族能影响的电力系统的中央委员那是一大片。所以查辛保安不光是温家宝跟李鹏家算89年那笔旧账，这一下是敲给曾庆红听的。你们要替习近平留个体面可以，可谁要真把那28张票借出去，中纪委下一个请去喝茶的就是你们自己家的老秘书、老管家、老部下。7月31号那天，中纪委官宣的不止辛保安一个，同一天还有一个人，中国五矿集团原总经理郭文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主动投案。这个人已经退休2年，是自己走进去的。中国五矿是中国最大的几家央企之一，总资产上万亿，手里攥着国家的矿产进出口权，国内的矿、海外的矿、进出口的那道口子都归他管。郭文清2016年被放到五矿当总经理，墙外自媒体的爆料说，郭文清是栗战书当年的秘书，栗战书的女婿蔡华波那时候正好在五矿证券做事，女儿栗前新后来去了香港，女婿拿了新加坡护照，从央企职工摇身一变成了新加坡商人，在香港和英国有房子有酒店，还养着一匹赛马。
钱在这件事上反倒是最不要紧的一样。栗战书早就退了，他不是中央委员。10月那场会上，他一张票都没有，查他家的钱，一张票也换不回来。那为什么还要动他？您回想一下20大闭幕式上那只手，胡锦涛坐在那儿，伸手去够桌上那份文件，一把按住他的就是栗战书。2012年到2017年，栗战书当中央办公厅主任，习近平的文件、日程，见谁不见谁，都从他那张桌子上过。2018年3月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那次修宪，是在13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表决通过的。也正是在那次会上，栗战书当选全国人大委员长，一当就是5年。往后这5年，改过的那部宪法怎么用，人大这道手续怎么走，全在他手里。所以郭文清交出来的要是只有几笔矿产生意，几个海外账户，那还是小账。这些东西真正的用处是把栗战书拉到桌子跟前来，让他没有再闭嘴的资格。温家宝要从他身上拿的是修宪第3任20大那套人事，到底是谁提的，谁起草的，谁去找人谈的话，谁把不同意见摁下去的，最后又是谁把一个人的意思包装成了中央的集体决定。您再想想刚才那份1968年的文件，8届12中全会那天人不够，补了10个进来才把会开成。可开成会以后，摆到台面上表决的是一份东西，关于叛徒、内奸、公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。10月那场会也一样，让习近平下台的人头要凑够，报告也得写出来。前面那些抓人、换人、递补，决定的是会场里坐着谁能举手。郭文清这条线往上追，是要把那份报告一行一行填满。这套打法为什么管用？曾庆红手里的那些票原本就是用来谈条件的，只要这些人还能抱在一起，他们就可以要求习近平可以下，但不能再查旧账，职位可以交，但栗战书、李鹏家族和其他红色家族不能跟着进去。现在温家宝干的就是把他们继续讨价还价的胆子打掉。郭文清一投案，栗战书家就得先担心女儿、女婿和五矿这条线会不会被全部翻出来。辛保全一被查，李鹏家就得担心国家电网之后会不会继续顺着电力系统往上追。再往后查到哪一家就得先顾自己的孩子、财产、旧部和产业。只要温家宝让他们知道继续顶着头的代价是自己家的旧账被打开，那么不管表决议题表面叫什么，他们最后都会顺着改革派需要的方向投下去。所以习近平现在最难受的地方，不是手里一把刀都没有，是这把刀只要再动一次，他自己就当场出局。可他坐着不动，就眼看着支持自己的票越来越少。看到这儿的朋友，顺手点个赞，点个订阅，再把小铃铛打开，并且转发一下。您这一下就是帮江峰世界冲破平台的限流，让更多还蒙在鼓里的人能看到这些他们看不到的东西。北戴河这1个月怎么走，10月那场会开出什么来，咱们接着拆。